癌不痛不痒，医生提醒，饭后如果存在4个表现，建议尽早做胃镜。宋叔今年59岁，一直是个勤劳的人，干了一辈子体力活，身体也算硬朗。最近他总感觉饭后胃里不太舒服，有时候胀得慌，还总是反酸。刚开始他以为是吃得太快或者食物不合胃口，直到有一天吃完晚饭后胃里疼得厉害，宋叔这才有些担心。和老伴聊起这些，他也劝宋叔去医院检查，但宋叔总觉得自己没什么大病，忍一忍就过去了。他说，人上了年纪，这点小毛病谁还没有？可胃部不适一直反反复复，让他心里开始打鼓。其实，像宋叔这样的情况，不少人都经历过。饭后总觉得胀气、反酸、胃疼，却没意识到这是身体的警告。胃部不适是不是只是普通的消化问题？面对这样的情况，我们该不该警惕？一、胃癌早期的信号有多容易被忽略？胃癌这2个字听上去让人心头一紧，可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早期胃癌可能并不会带来明显的疼痛。比起其他让人一吃就痛或者难受的吃不下的疾病，早期胃癌更像个安静的猎手，往往让人忽略掉它潜在的危机。很多人发现早期胃癌的症状时，往往以为自己只是消化不良。根据一些研究数据，胃癌早期的症状确实比较轻微而忍着。实际上，这种忍忍的习惯正好给了胃癌发展的空间。有时候，人们不适的表现也会因为生活习惯被忽略掉，比如现代人生活节奏快，3餐不规律，早上匆匆忙忙啃2口面包，晚上加班到深夜，饿了就吃宵夜，胃部反复刺激下，很容易出现各种不适。然而，当胃部长期有隐隐作痛，吃完饭后总有胀气或者嗳气情况出现时，有些人依旧会认为是吃多了没休息好，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些都是胃癌可能的早期信号。殊不知，胃癌早期虽然没有剧烈的疼痛，但它的存在可能已经开始侵蚀胃黏膜，甚至有可能慢慢扩散。除此之外，胃癌在某些阶段会模仿普通胃病的症状，比如慢性胃炎、消化不良，甚至像幽门螺杆菌感染等问题也有类似表现，这让人们更加难以分辨。很多时候，胃癌的早期症状和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症状十分相似。正因如此，胃癌能在早期被诊断出来的几率很低，大部分人都是在病情加重，身体有明显症状时才去检查。胃癌的高发原因离不开饮食习惯和生活环境的影响，都会增加胃部的负担，进而让胃部在反复刺激下出现病变。而对于早期胃癌来说，如果我们能够留心日常的小信号，就可以更早的发现问题，从而在无痛无痒的状态下得到早期治疗。人们习惯于在痛苦加重时才去寻求帮助，但胃癌却偏偏让人难以察觉，尤其是在早期不痛不痒的情况下。我们需要改变观念，定期体检，不要忽视这些安静的小毛病。2、饭后4个异常信号。饭后大家总会有点饱胀感，甚至偶尔会觉得胃里闷闷的，不舒服。很多人都不以为意，认为这是吃多了或者没消化好。实际上，有4个信号尤其要注意，因为它们可能和胃部的慢性病变甚至早期胃癌有关。第一种信号是饭后持续性的胃部不适。很多人会觉得吃撑了，出现一点点胀气，隐隐的不舒服，并不是什么大问题。但如果每次吃完饭，哪怕是吃的不多，也会觉得胃部隐隐作痛，或者长期有种胀胀的感觉，这可得小心了，可能暗示胃黏膜已经出现了问题，比如慢性胃炎、胃溃疡，甚至早期胃癌。第二种信号是反酸或嗳气，这种现象对很多人来说并不陌生。特别是喜欢油腻、辛辣食物的人，饭后总觉得胃里泛酸水，甚至会一直嗳气、打嗝。这如果长时间反复出现这种症状，并且没有因为饮食的调整而改善，那就需要警惕了。因为胃酸持续倒流会对胃部和食管黏膜造成伤害，甚至可能引发食管黏膜的病变，增加胃癌和食管癌的风险。第3种值得关注的信号是进食困难。这个情况可不仅仅是吃快了噎着了那么简单，而是吃东西时总觉得吞咽困难，甚至吃完了也有种堵在喉咙的感觉。有些人描述这种感觉像是食物下不去或卡在胸口。如果这种情况反复出现，尤其是无论吃软的还是硬的食物都有类似问题，
那就非常值得注意了。这种看似普通的卡喉咙感往往被忽视，实际可能已是胃部病变的预警信号。第4种信号是无故的体重下降，很多人可能觉得减重是一件好事，甚至会觉得体重下降不用太担心。但如果自己并没有刻意控制饮食或者增加运动量，体重却在短时间内明显下降，这种掉秤要引起重视。胃部健康受损后，可能会影响身体对营养的吸收，加上胃癌等恶性肿瘤会消耗大量能量，导致体重迅速下降。很多胃部健康问题在早期并没有剧烈疼痛，只是通过这些微小的变化提醒我们留意自己的身体。定期的胃部健康检查不仅可以及时发现问题，也能防患于未然。3、保护胃部健康的3大关键检查。胃部问题总是潜伏得很深，很多人等到不舒服了才去医院检查，往往发现时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。以下3大关键检查是保护胃部健康的守门员，帮助我们早发现、早预防。第一项重要的检查是幽门螺杆菌检测。这个名字听起来有些陌生，但实际上幽门螺杆菌感染非常普遍，尤其是在我国，有将近1半的人可能都携带这种细菌。如果不及时清除，它会慢慢侵蚀胃黏膜，引发慢性胃炎、胃溃疡，甚至可能进一步诱发胃癌。虽然并不是每个感染幽门螺杆菌的人都会患上胃癌，但及早发现、及时治疗可以大大降低未来患病的风险。第2项检查是胃镜检查。说到胃镜，很多人都会皱眉头，光是听到要把管子伸进胃里就让人觉得恐怖。确实，胃镜检查过程有些不适感，但它却是最直接、最有效的检查胃部问题的手段。现代医学中，胃镜检查的技术已经很成熟，甚至有无痛胃镜可以供选择，降低患者的不适感。如果胃镜检查发现异常，医生还可以在检查时进行组织活检，采集疑似病变的胃黏膜，进一步确认是否有癌变可能。第3项是病理组织活检。当胃镜检查过程中发现胃部有异常，比如溃疡、息肉或者可疑的病变区域，医生通常会建议进行组织活检。这个检查听起来有些高大上，实际上就是通过胃镜在可疑部位取一小块组织，送到病理科进行分析，看看是否存在癌变迹象。通过组织活检，医生可以根据病理结果精准地制定治疗方案。早期发现意味着治疗的成功率更高。这些检查并不是吓唬人的手段，而是保护胃部健康的必要措施。很多人觉得自己年轻，胃病小问题忍忍就过去了，但正是这种忽视让胃癌有了可乘之机。胃癌并非一夜之间形成，我们通过早期筛查，就有机会在癌变之前打断这个进程，让胃部保持健康状态。4、如何保护我们的胃？胃是我们每天都离不开的工作伙伴，想要保护好胃并不难，只需要一些简单的生活习惯调整，就能让胃远离风险。首先，要尽量避免吃太多腌制和烧烤的食物，比如腌制食品里含有大量的亚硝酸盐，长时间摄入会增加胃部的负担，甚至有可能转变成致癌物质。平时多吃新鲜蔬菜水果，选择蒸煮、清炒等低油低盐的烹饪方式，不仅更健康，还能减少胃癌的发生风险。吃饭的时候要保持规律，每天3餐最好定时定量，不要让胃过劳。有些人总是忽略早餐，觉得早上随便吃点就好，或者忙起来就直接跳过，这对胃的损伤非常大。所以最好还是每天定时吃饭，少食多餐，让胃有规律的工作。要尽量戒烟限酒。吸烟不仅会影响肺和呼吸道的健康，对胃也有很大伤害。如果实在不能完全戒烟戒酒，至少也要控制饮酒量，减少对胃部的伤害。还有一点，大家容易忽视，那就是保持良好的心情和精神状态。压力过大，经常焦虑或情绪低落，都会影响胃的正常功能。所以，日常生活中要学会调节情绪，遇到压力时可以通过运动、休闲活动来放松自己，给胃也减减压。最后，一旦出现胃部不适的症状，千万不要硬扛，及时就医，定期检查是防患于未然的重要一步。别等到小毛病拖成大问题才后悔。胃镜检查虽然不太舒服，但却是发现胃部问题的有效手段。尤其对于高危人群，定期检查可以帮助早期发现，尽早干预。胃是健康的基础之一，只有好好照顾它，才
才能让它为我们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。别让胃变成沉默的杀手，从现在开始好好善待它。结语：胃癌虽然是一种高发的疾病，但它并不是无声无息的出现的。比如饭后持续的胃胀、反酸、吞咽困难以及无故的体重下降等，都是胃部发出的预警信号。通过定期的胃镜检查和幽门螺杆菌检测，可以帮助我们早发现潜在的风险，有效的防范胃癌的发生。保护胃部健康并不难，只要在日常生活中注意饮食规律，避免摄入过多腌制和烧烤食物，戒烟限酒，并保持积极的心态，胃部问题就有可能得到很好的控制。在面对胃癌这个沉默的杀手时，我们不必过度恐慌，重在预防和早期筛查。通过合理的生活方式和定期检查，每个人都有能力为自己的胃健康负责，减少胃癌的发生几率，提升生活质量。